今天要去打探的火锅店就位于三峡广场靠近陈家湾出口的右手边，爬上几十阶楼梯便能看见巨大的招牌。看到这个刷爆网络的火锅店，你是不是也曾听过它的大名呢？没错，那今天要打卡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鲁校长火锅了，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已经听说过它的大名了呢？进门之后，它的旁边就是一个鲁菜间，它的味道是非常的浓郁啊。没错，今天十全十美探寻的鲁校长早已是名声在外的网红火锅店了。不过一家餐饮店能够吸引众多食客并且经久不衰，绝不仅仅是做足了营销就够了，更多的是需要实打实的干货。而鲁校长也并非昙花一现，其创始人陈平就是一个专注火锅30余年的老资格。我是80年代中期接触到火锅儿，其实那个时候没想得太多，就觉得火锅儿比较简单嘛，啥子都往一个锅头一煮，嘎，当然也没考虑到啥子它的商业模式呀，还有啷个赚钱呐。但是不要说现在的啥子营销，过去那个时候只晓得把那个东西煮熟，反正很简单的一种思维去做它啊，然后慢慢的开始自己来开店儿，哈，也是从几张桌子开始，慢慢开始总结，一步一步的，到那个时候也开始自己从买呀、加工啊，甚至才开始创业的时候，连卫生都是自己做，所以说小到一颗葱，小到起一颗蒜苗，一粒花椒，都要自己亲自去选去挑。对于陈老板来说，火锅已经是深入骨子里的东西了。从年轻的学徒到信手拈来的匠人，30多年来对于火锅的理解也是愈发深刻。而鲁校长作为鲁菜系列的先行者，他又是如何想到专精于鲁菜的呢？实际上，鲁菜呀，烫火锅的话，它是在几十年前，在我在那个时候学徒弟的时候，80年代的时候，它都会有，只是说没把它提出来。你比方说那个时候的像肥肠啊，那个鲜毛肚的底板啦，我们不是很多店它都把它卤了来卖噻，只是说我们把它形成体系。那么到现在我们那个店呢，我们都把什么凤爪啊都卤了来，什么牛肉、猪蹄儿，甚至还有一些素菜，我们都把它卤了来，形成了一个体系。原因也是可能我们当时的时候嘛，我们孩子们那个时候还小嘛，嘎，在自家吃火锅的时候还在旁边去买点卤菜。我为啥子不想自己里头把卤菜做好呢？是嘛？这个火锅里头也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一个特色了吧？30余种香料熬制的卤水，其香料的比例要精确到克，用量不足会导致卤水难以入味，反之药材味会过于浓烈。因此，掌握鲁菜香料比例的平衡点，就是鲁校长的魅力所在了。说了这么多，咱们美食侦探早就按耐不住了。今天咱们终于是来打卡了大名鼎鼎的网红火锅店鲁校长啊！说来也是惭愧，这家火锅店已经红了2年了，但是咱们十全十美才第一次来。那咱们今天也就后来居上，看看这家店究竟是有什么魔力，可以吸引这么多人不惜排队2-3个小时也要吃上一口。那作为鲁菜火锅呢，主打菜招牌肯定是他们这个鲁菜系列。那今天我是点了一个他们这个鲁菜的7个拼盘，这个拼盘呢是49块钱，可以吃到7种不同的鲁菜。单点一份咱们这个卤鸡爪或者是卤蹄筋的话，也要20多，就等于说是花2份菜的钱吃到了7种。
经将鲁菜的品种发展到了将近20个。所以鲁校长既是一家网红店，更是一家有真材实料的火锅店。当然，火锅吃到最后难免会口干舌燥。店内还提供12种不同的免费甜品，无限量供应。许多爱吃甜品的小伙伴可算是能敞开钱包大胆吃了。想要了解更多美食攻略，欢迎关注十全十美粉丝团微信公众号以及同名视频号，更多彩蛋等你去发现。鲁校长，这鲁菜的确是名不虚传，怎么样？是不是你也看馋了呢？好了，那今天的探店环节就到这里。每个城市都慢慢变成了相似的模样，看惯了千篇一律的繁华，那些安静而充满生活气息的地方显得格外可贵。在重庆，歌乐山就是这样一个存在。虽然地处繁华的主城区，却依旧保留着小镇独特的风采和宁静。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沙坪坝区的歌乐山上，在这里新开了一家路亚基地。这个地方离主城区的车程大概是半个小时，那手机导航直接搜索飞鱼路亚基地也可以直接到达。一路走过来，我们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许多池塘。没错，那今天咱们就是要去体验一下钓鱼的快乐。飞鱼路亚基地以30亩天然大型鱼塘为基础，设置路亚区、台钓区、休闲区，满足路亚爱好者的需求。在这里钓鱼，你一点也不用担心打击，这么多鱼池随你挑，更有 VIP 路亚轰趴俱乐部、烧烤区、加工区及餐厅于一体。然后大哥，我想问下，你们今儿过来是来钓鱼的，还是专门过来吃烧烤的？钓鱼和吃个烧烤。我们有些喜欢钓鱼啊，有些是喜欢过来烤烧烤的啊，都各方面都兼顾得到噻。在那点都可以满足，是不是？对头对。那两位对于那个地方的一个感受啷个样？还可以，环境可以。对头，环境啊，然后各方面的配套设施那些都比较齐全。服他们都在钓鱼，然后我们这边就负责烤烧烤。依山傍水的生态烧烤，带领全家齐上阵，亲自动手吃上的自制美味烧烤，幸福亲子游也是如此简单。除了烧烤之外，这里的钓鱼也不是一般的钓鱼哟，是一种号称水上高尔夫的路亚钓法。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路亚这样一个玩法的？我是从18年开始接触这个路亚玩法。这个路亚跟咱们普通的这个垂钓啊、台钓相比起来，它们最大的区别在哪里？它的区别在于我们是去寻找鱼啊，去到处去找鱼啊，让我们在运动中寻找快乐。那今天就要麻烦咱的邢师傅了啊，来教一下我这个路亚的小白，看一下是能不能在今天钓上我的第一竿。可以，没问题。这个就是纺车轮，纺车轮是对新手最友好的一个钓竿。纺车轮的话，就是打开线杯啊，把线勾住，好，直接扬竿抛头。哦，对。哎，终于啊，有了吗？有了。哇，这鱼竿都弯了。哦，哇，这么大一条，这个是鲈鱼是吧？对，鲈鱼。哇，这个叫什么？这真的叫做空手套白狼，是不是有这种感觉？夹饵引诱。对。经过2小时的不断换区域抛竿尝试，当鱼咬上钩的那一刻，那种激动的心情难以言喻。体验过路亚钓鱼的独特魅力之后，当然少不了山上的美食。歌乐山明明是靠文旅出名的地方，底子里却是个低调的美食大咖。来到歌乐山，不得不吃的就是辣子鸡。一到饭点儿，这条街上会准时飘出油爆辣子的香气。你好，老板。哎，你好。我听说咱们这家店是开了有20多年的一个时间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在歌乐山已经有20几年的历史了。歌乐山辣子鸡，它味道这么好吃，它秘诀是什么？秘诀在于一种就是食材的选料和我们师傅的制作。
外酥里嫩是检验一道辣子鸡是否正确的重要标准。下锅时油一定要给足，并且油温的掌控是一门大学问，必须得控制在150度到160度，这样才能激发出所有辣椒的香味，否则多1分则焦黑，少1分则不香。海椒炒至暗红色之后，倒入已经腌制入味的鸡丁，炒干水分，最后撒上一把白芝麻，画龙点睛。我面前这份这个辣子鸡，它的分量实在太足了。这个的话，如果是2、3个人或者3、4个人来的话，我感觉根本是吃不完的。对，是比较适合聚餐来吃这么大一盘。对，那有句话说得好呢，重庆的辣子鸡都是在辣椒里面去找鸡肉。我的入口就第一感觉它是香，然后那个辣味它是慢慢窜上来的，就是越嚼越香。在3种不同辣椒的加持下，鸡丁辣而不燥，入味且不柴，一口打开你的味蕾。歌乐山的美食除了辣子鸡，其实还藏着许多宝藏小店，比如这家巷子烧鸡公。别看店面又破又小，老板对食材以及配料却十分讲究。老顾客们都知道，他家的鸡全是现杀现做，鸡皮软糯而不烂，鸡肉丝丝拉开，软嫩不塞牙。同样一绝的还有一家名为社园餐厅的老店，据说在山上已经开了30多年，在这里吃的就是一种情怀，一笼粉蒸肉，一碗豆花，都是记忆里家的味道。远离城市喧嚣，歌乐山保留了最原始的生活节奏。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，山上的时光流逝都似乎慢了一些。放慢生活节奏，静下心来，体验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野生活。这个周末不妨带上您的孩子、亲友，去到歌乐山上体验一下慢时光。